解读 A 股，去说美股，畅谈港股。欢迎来到知乎者也说财经的频道。本周五将公布今年1月美国非农就业报告，拜登政府已经提前放出风声，试图降低外界对这份重磅就业报告的期望值。按照白宫官员的说法，由于奥密克戎新冠变异株导致一些劳动者暂时离开工作岗位，所以可能夸大1月报告披露的失业人数。多名白宫官员警告，采集1月非农就业报告数据所进行的调查，正好发生在年末节日后劳动者休病假的高峰期。换句话说，统计1月非农就业报告数据的时候，正赶上美国的奥密克戎病例猛增。数据会难看，都要怪奥密克戎。目前，经济学家预计1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口为15万。若本周五的报告符合这一预期，将是2020年末以来最低增长人数。去年12月的非农就业报告曾经让外界大跌眼镜，12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只有 19.9 万，连市场预期人数40万的一半都不到，创2021年1月来最小增幅。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正计划进行一次重大重组，以加快向电动车业务的转型。公司将参照特斯拉的案例，考虑对电动车业务增加高达200亿美元的投资。这项工作将由苹果和特斯拉的前高管领导，是公司首席执行官 Jim Farley 挑战特斯拉领导地位的重要举措。福特公司在未来5至10年内将再投入100亿至200亿美元，将全球各地的工厂从生产燃油车转为生产电动车。自16个月前成为首席执行官以来，59岁的 Farley 加快了福特的电动车计划，其中包括将公司电动 Mustang Mach-E 的产量增加2倍，并将今年春季推出的插电式皮卡 S150 Lightning 的产量增加1倍。此外，福特还与韩国 SK 创新公司合作，斥资114亿美元，在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建立3家电池工厂和1家电动卡车工厂。周二美股成交额冠军特斯拉收跌 0.6%， 成交223.6亿美元。周二，特斯拉公司应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要求，宣布在美国召回53822辆汽车。NHTSA 表示，此次召回范围包括部分2016到2022年的 Model S 和 Model X、2017到2022年的 Model 3以及2020到2022年的 Model Y。第二名苹果公司收跌 0.1%， 成交144亿美元。摩根士丹利将苹果目标价从200美元上调至210美元，维持增持评级。分析师 KT Kapati 指出，由于苹果不仅在2022财年 Q1 业绩表现强劲，且该公司对下季度的业绩指引亦凸显了其实力和用户粘性，因此苹果是该行的投资首选。第4名微软收跌 0.7%， 成交124.2亿美元。在微软宣布收购动视暴雪后，周一索尼宣布计划斥资36亿美元收购热门游戏《光环》命运开发商 Bungie。该收购交易被外界看作是索尼对微软咄咄逼人的游戏战略的回应。另据知情人士透露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将对微软以687亿美元收购动视暴雪的交易进行反垄断审查，此次将由联邦贸易委员会而不是司法部调查该收购是否会损害竞争。第6名 Netflix 收高 7%， 成交99.1亿美元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文件显示，Netflix 联席首席执行官 Reed Hastings 于上周四和周五以376.43美元至393.55美元的价格，通过一系列小额交易，增持了51440股奈飞股票，总价值高达2000万美元。第11名埃克森美孚收高 6.4%， 成交48亿美元，受能源价格强劲上涨推动，埃克森美孚第4财季营收同比大涨 82.6%。从去年同期的465.4亿美元飙升至849.65亿美元，净利润为88.7亿美元，创7年来新高。上年同期净亏损200.7亿美元。第12名联合包裹公司收高 14.1%， 成交43.8亿美元。该公司预计将提前1年实现2023年的营收和利润率目标。第13名 AT 饮用 T 收跌 4.2%。成交31.3亿美元。AD 饮用 T 周二表示，将以430亿美元的价格分拆华纳传媒，
同时华纳传媒即将与探索频道正式完成合并，并削减近一半的股息。AT 引用 T 预计将支付每股 1.11 美元的股息，低于每股 2.08 美元。这是 AT 引用 T 此前预测的80到90亿美元区间的低端值。第16名波音公司收高 4.1%， 成交25亿美元，作为与卡塔尔航空公司达成的50架飞机新协议的一部分，波音公司推出了其新型777到巴法拉货机，这是世界上最大、航程最长的双引擎货运机，其有效运载能力与747-400货机相同。作为波音 777X 系列的最新改型，777到巴法拉货机是卡塔尔航空公司2019年要求该公司生产一款新的 777X 货机改型，以取代777法拉的结果。该飞机的航程为4410海里，结构有效运载能力为118吨。下面我们来看几条重要消息，可能会上市公司的股价产生直接影响。1. 星巴克第一财季业绩喜忧参半。星巴克周二盘后公布了喜忧参半第一财季业绩，因成本上升拖累了利润，但美国咖啡门店在假日季的需求强劲。财报显示，星巴克第一财季调整后每股收益72美分，市场预期80美分，营收增长 19% 至 80.5 亿美元，市场预期 79.5 亿美元，净利润 8.159 亿美元，高于去年同期的 6.222 亿美元。2. AMD 第四季度净利润同比下降 45%。AMD 第四季度营收为 48.26 亿美元，与上年同期的 32.44 亿美元相比增长 49%， 与上一季度的 43.13 亿美元相比增长 12%。净利润为 9.74 亿美元，与上年同期的 17.81 亿美元相比下降 45%， 与上一季度的 9.23 亿美元相比增长 6%。3. 造车新势力虎年第一榜，小李娜连续多月交付量破万。周二部分造车新势力率先发布了1月交付情况，打响了虎年造车新势力车市第一枪。其中，蔚来共交付智能电动汽车9652台，同比增长 33.6%。截至2022年1月底，蔚来累计交付176722台智能电动汽车。具体来看，已经连续5个月交付破万的小鹏汽车，再次毫无悬念的以12922辆的交付量登上了榜首位置。截止2022年1月底，小鹏汽车历史累计交付量已突破15万辆。理想汽车1月交付理想 ONE 12268辆，同比上涨 128.1%。自上市以来，理想 ONE 累计交付量达136356辆。4. Meta 接近收购希腊音频软件初创公司。 Meta Platforms 接近收购希腊音频软件初创公司 Akasanas。 当前 Meta 发言人拒绝就此交易置评，不过消息人士称可能会在几天内公布。这将是继摩根大通收购雅典金融支付科技公司 Viva Wallet 49%股权之后，今年涉及希腊初创公司的第二笔重大交易。Meta 一直在招聘工程师，并收购游戏工作室，以扩展其虚拟现实活动，并建立支持其元宇宙项目的架构。最后，我们来解读一下谷歌 Q4 财报。2月1日周二美股盘后，数字广告和搜索巨头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发布2021财年第4季度财报。当季谷歌的总营收、每股收益 EPS 作为未来增长引擎的云业务收入均好于预期。公司还宣布按20:1拆股，将于7月生效，盘后涨幅迅速扩大至超 7%， 股价接近3000美元的历史最高。过去1年，其股价表现优于大盘，总回报率为 44%， 远高于标普500指数的 17%。同期 Alphabet 最大的云竞争对手亚马逊跌近 8%， 微软涨 32%。在线广告业务最大的竞争对手 Facebook 涨 20%。2021年 Alphabet 类涨 65%， 跑赢 FAAMNG 中其他的科技巨头，也是纳指涨幅的3倍。谷歌财报表明，该公司经受住了疫情的冲击。财报显示，谷歌母公司去年4季度营收 753.3 亿美元，高于分析师预期的 718.9 亿美元，同比增 32%， 高于2020年4季度的同比增幅 23%。
弱于去年2、3季度的同比增幅 61.6% 和 41%。2021全年，谷歌总营收2576.4亿美元，同比增 41%， 每股收益 112.20 美元，同比接近翻倍，运营利润为 787.14 亿美元，同比增 91%， 运营利润率为 31%， 高于2020年的 23%。云收入同比增超 44%， 运营亏损同比收窄30%，但 YouTube 广告收入逊于预期。分业务来看，市场最关心被视为谷歌下一个增长引擎的云业务4季度收入 55.4 亿美元，高于预期的 54.7 亿美元，同比增 44.6%。2021年前3个季度的增速分别为 46%、54% 和 45%。当季云运营亏损 8.90 亿美元，高于分析师预期的亏损 8.21 亿美元，也远超上一季度的运营亏损 6.44 亿美元。不过较2020年4季度的运营亏损 12.43 亿美元收窄了近30%。谷歌云包括为企业客户提供的基础架构和数据分析平台，以及生产力和协作工具。此外，在最新的财报格式中，谷歌服务包括核心的广告和搜索业务、安卓系统和 Chrome 浏览器硬件、谷歌地图、谷歌支付、Play 应用商店和 YouTube 视频平台。4季度服务收入694亿美元，高于预期的 666.4 亿美元，同比增 31.3%。服务运营利润 259.9 亿美元，也高于预期的 242.6 亿美元。当季谷歌广告收入 612.4 亿美元，较上年同期的462亿美元大增 32.6%。其中 YouTube 视频平台的广告收入 86.3 亿美元，同比增 25.4%， 但弱于市场预期的 88.7 亿美元。感谢您的观看，喜欢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。